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嘛？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下一组。下一组。等等，碰到枪。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那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好，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给我上！葛大旺同志，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儿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当然。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15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8连的战报，知道吗？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去了，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怎么把它引出来。是。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
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胜奇，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前下去转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胜奇，小心点，保证晚上任务。我装对鞋。你干嘛？轻装上阵跑得快呀！我开什么玩笑？站前方！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挥。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站前方！또 왔네. 기관총 사수한테 일어나서 벌레 잡으라고 해. 원래 그 위치. 네, 알겠습니다.哎，慢点儿！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在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就是这儿，不会错的。不是副主任，这怎么上啊？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怎么上？署长好，老吕，哎，我来看看无后坐力炮。好。来，署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只要威力大，再沉愿意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啊。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谢谢首长。老吕啊，到，带我看看他们。是，这行。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
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朝鲜战争成为两党候选人的关键议题。在投票前夕的10月末，对朝鲜战争一直态度暧昧的艾森豪威尔，在伊利诺伊的造势活动中，第一次明确宣布，如果自己当选，会亲临朝鲜战场，以安抚国内大量的士兵家属。共和党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民主党此时在朝鲜战争的态度上陷入两难。已经无法继续不计代价地打下去。They only give us this much ammunition. Congress want to hurt but wouldn't spare the bullets. Simply hopeless. Have you heard? About what? The Democrats' election's in danger. Are you sure? Well, my sour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sure seem to think so, and I believe them. The polls show Eisenhower safely in the lead. Even the Democratic base in the South is shaken. No wonder my ammunition is cut. But why? They think that if the Democrats remain in power,
then McCarthy will continue to attack them using dirty tactics. Might as well give the presidency to the Republicans and let them take care of McCarthy. These disgusting sons of bitches. What do you think Eisenhower's attitude will be towards the Battle of Triangle Hill? It's all coming to an end soon. Eisenhower is a man who is both tactful and iron-fisted. No matter how tactful or iron-fisted he is, he will end this war first chance he gets. You mean he's a contradictory person? I don't know if he's a contradictory person, but if he's tactful, he will quickly reach an armistice with the Chinese. If he's iron-fisted, he will use atomic bomb to blow China to the stone age. It's time to play my last card, the triangle here. I don't want to end this war on this note. I don't want to die with regrets. Last card. You actually have another card? It's literally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where we lay all the cards on the table.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不用。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房先生了。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5个不够，那就10个。20个基数。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了，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嘟囔什么呢？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走，来起下，小心！看到没有啊？来人，我。1、2、3。来，慢点，慢点，拿稳了啊！军长，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当年腊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战士们去搭把手。快去！
结实点啊！慢点啊！轻点啊！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辅进机千万别磕着了。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参谋长，通知1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是。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把它铺开。喂，放！怎么样？打得好！参谋长，军长，给晋中记个3等功。是。你给我小声点儿！你这招真厉害，这是4两拨千斤。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事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军长。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是啊，10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1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一脱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是。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1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军长，你快看，这是从志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一左前进！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那就是10个基数。10个基数。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1天的消耗量。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好，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是，请军长放心。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反击报告哪一份？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崔
裴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制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Captain Jesse of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Task Force. You guys are finally here.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e orders, but the commander kept saying it wasn't the time yet. I assume he's willing to end this now? I need some useful intel. I want to know how were you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Useful. Can you tell the sun not to set or the moon not to come out? I see the Gooks did well. I can't believe they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firing anti-aircraft machine guns to blockade their transport. Even I thought it was cruel. Even crueler methods wouldn't stop the Chinese. Every time we come up with a new tactic, they just find a brutal way to counter it. Don't believe for 1 second that the Gooks managed to blockade the Chinese with their anti-aircraft machine guns. Trust me. Right now, the Chinese are coming up with God knows what plan to deal with the Gooks. They give it 3 days. Gooks will come running back with their tail between their legs. You're afraid of the Chinks? They're not Chinks. Chinese. There's really nothing else you can tell me. Bale is the liaison officer I assigned to you. He's waiting for you. Sir.
这么清楚？赵贺，这东西怎么弄啊？你造啊！江辽阔征程，红旗招展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为信念打拼搏，为拯救大道，为和平而战，希望无限。众心之大化。生理盐水400毫升，静脉滴注，送手术室。危险！大夫！太晚了，过来，大班长，小心点。大夫，朱大夫，大夫，等等，这边，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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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冷静一下。这是致命伤，已经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这么形势，再有一句，什么叫救不回来？救不回来了！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毙了你？根本救不回来了！放下枪，放下！你救都没救，你怎么知道救不了？这不是科学，是见死不救。同志，你不要乱说话。要是能救，我们肯定会救。但问题是现在已经……耽误几分钟，就算医生来了也救不活了。是你杀了他。你讲点道理好不好？版本医生来了。医生，ここは病院だ。这里是医院，不是战场。彼の血液型は？他什么血型？伤口了，马上就好了。谢谢。小心啊！伤感。好。这怎么适合日本大夫？坂田医生是反战同盟里最好的外科专家。他还有多长时间？まだどの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か？今のこの状況ならばおそらくもって1週間。如果在这里的话，他能坚持1个星期，那就是个奇迹。それも奇跡だ。彼は脳内出血を起こしている。他现在颅内有出血，脑组织和神经组织受损，但是受损的程度不同。この血液と私の腕はここが限界だ。在这里没有设备，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できれば他の病院に移してほし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让他转院。那到底能救还是不能救啊？你是医生，不能推卸责任。今の彼に必要なのは，现在他最需要的是良い設備と良い環境、更好的设备、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以及有一下的更好的医生。哎，不是，医生，你不就是好的医生？不是，别说了，快点儿！制作后人的生只能5分钟，1秒都不到。现在车辆损失严重，后勤压力太大了。快！小心，慢点，慢点，这样。上。完蛋，王源，你瞅瞅人家宝叔多会做人啊！你再瞅瞅你，
烂泥扶不上墙吗？这不是？上车，快点！也该轮到我了，是吧？来，我给你举着。熄灯。离天亮还早着呢，你歇会儿吧。没事儿，你其实不用跟来。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三排在一起。他把我当战友。快，慢点，上，小心点。来，是啊，来，快，接下慢点。注意体温，每2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和血压。这车到哪儿？安东，然后转车去国内荆州。二排长还能回来吗？能活下来的几率都很小，就算死不了，一辈子睡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叫不醒。二虎，二虎，二虎，我要跟排长回去。后方有人照顾排长，用不着你。武班长，二排长真的要成瘫子了。潘子也算是幸运，医生说了，最大的可能是命保住了。植物人，植物人，啥意思啊？植物就和树和草一样，活着动不了也出不了声，就这么睡一辈子。那得通知他家里。他老家在成都，现在这么乱，后方政治部未必能联系上。能睡是福气。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想什么呢？啊，想老娘。你老家哪里的？塘沽，海边。我们那边啊，下海的多。我爹活着的时候，家里面有条船，后来他没了，我老娘就给别人补网子。我参军的时候，他哭得不行，就怕我没了，剩下他一个。后来没托人送信回去啊？送过2次。黄堡战役之后，我当了排长，穿着军装，拍了张照片，突然一起送回去。
在河南整训又送过一次，让他不要担心。我跟他说，仗快打完了，等打完仗，我就复员，回去陪他。仗打完了，你准备回去干什么？我想把我爹留下那条破船修修，给娘娘上几炷香，这还整神儿。娘娘？我们那边的人都供娘娘。天津老城里有个娘娘宫，每年的香火旺得不得了，都是我们这些个海户给供奉的。那海上呀，风大浪大，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转眼就狂风暴雨，那浪比城墙还高，真的是龙王爷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歇半个月。那应该供龙王爷啊，怎么供娘娘？龙王爷是搞事儿的，娘娘是平事儿的。龙王爷吃人，娘娘救人，当然供娘娘。你说的娘娘，是不是南方说的妈祖啊？娘娘就是娘娘。天快亮了，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北岸扫清了，估计应该快渡江了。赵和重伤，你又不在，3个排长缺编2个，才这么2天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应该会等你回去。天放是老兵，老革命，指挥部队没问题。他不如你。谁说的？2排长说的可不算啊。那连里谁都知道他跟天放那点事儿。我要是天放，我一样跟他不共戴天。不是赵和说的。等过了江，估计团政治部就要找你谈话了，提前恭喜了。严密，小心坦克！把2颗上来！班长，掩护班长！好。
想起点什么了吗？你别着急，你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个奇迹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很正常。脑组织和神经系统的再生是科学问题，但是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恢复，却属于概率问题。赵国同志，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你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大夫来查房，你得在。有什么问题呢，你去跟护士去说。医院呢会给咱们留守站打电话。如果把你的脑袋比喻成一个图书馆，所有信息以一本一本书的形式存放在不同的区域，而认知能力就是索引和目录，所有的东西都在。但是你必须重建索引和目录。要多久啊？这是你3个月的津贴，一共18万，你点点。如果呢，你能找到一个点，就能抻出一条线，拉出一个平面，然后构建一个立方体。多久？只要你能记得1+1等于2，那么你学开微分方程只需要1秒钟，只要你学过。这是你的军装，要是憋坏了呢，你就出去转转，反正离这个市区也近，想吃什么买什么东西的也方便。人民剧院啊，周末会有演出，到时候拿着咱们的军官证就能直接入场。这边房上有，哎，有了，哎，这好，但是你要想起1+1等于2，也许需要1天，也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可能永远也记不起来。走，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就是这儿。有好再来啊！去吧，晚上6点半还在这儿接你。你写这里就可以了。来，下一组。在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啊？哟，这位军人同志，您好，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来，排长同志，请随我来。来，这个来点吧。来，这边。来，让一下啊！来，给您包好。哎，劳驾，谢谢啊。我来吧，哎，各位顾客同志，请大家发扬一下你们的风格，让一下咱们这位志愿军同志先买，好不好？我不买。哎，这边请。来，1张20，颜色亮一点。哎，好。按照咱们的规定啊，前线归来的志愿军战士，凭证的话都有1张20的花布。多少钱？当然是免费的呀。哎，快点啊！给。按照规定啊，你还有1斤白糖、2斤水果、2斤干果，然后还有3斤鸡蛋、1条鱼、1斤红肠。另外啊，您还有1双瑞福祥的厚底布鞋。谢谢。这些啊都是免费给您的。这买的有点少吧？这还是太多了。实不相瞒，我要不是实在赔不起的话，这矿石收音机我都想免费送您1台。是啊。要是您想买的话，对，我就收您一个成本价。谢谢啊。
你好，这位同志，请问您的随身物品需要寄存一下吗？啊？您给我吧。您放心，东西放在我们这儿啊，一件都不会少的。第5卷在，你好，同志，请问你想看点什么书吗？新书。毛泽东选集，1944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1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同志，您能给我签个名吗？签什么呀？什么都行。谢谢。
我能给你写信吗？伍修权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以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所有这一切美国清朝武装力量直接侵略我国的行为，都是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恢复的不错，又想起什么来了？有些人，有些事儿，一直在我这里面晃来晃去。恕我直言，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恐怕已经不适合继续参加战斗了。你头部的碎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子弹贯穿形成的空腔却是难以修补的。况且，从理论上讲呢，那些细小的颗粒是很难通过手术根除的。人的大脑不同于循环系统，那些杂质不可能通过新陈代谢自动排出。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都要带着它们过活了。那我还能活多久？这我不知道。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医学上来说呢，哪怕是切除1/5，你仍然可以活着。况且实际上，你往这个系统里面扔一颗黄豆，也可能把它卡住。到目前为止，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的外伤已经痊愈，但是呢，后遗症、并发症随时可能发生。以后你可能会没灾没病、平平安安的活100年。但是也可能在明天早上死于脑溢血。但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你脑中的残留物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思维障碍。其实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你并不是个完整的你。那我还能回去吗？回哪里啊？郑姐，跟我来吧。给这位排长同志让个位置，他是上尉归队。0200刘守初，来吃饭。来吃饭。白面的白，老师的师，模范的范，白师范。走吧。我眼下在军分区警卫营剿匪，川西土匪可不比川北少，我也是排长。部队开拔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后来追到泊头，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哎，你是从前线下来的，仗打完了吗？不记得了。啊？好家伙！你真命大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嗨，手榴弹炸的。
当时首长就在车上，我们军的老政委，行署主任。手榴弹扔下来的时候还冒着烟呢，我抓起来就往外扔，空中就爆了。那大夫说，送到医院的时候，都说救不活了，瞎扯。哎，除了少一零件，哪儿都好着呢。你命也挺硬啊。哎，还是想上前线。部队走了，把你落下了，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心里不安生啊。可不嘛，睡觉都睡不踏实。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哪个部队来着？这个姓马的啥来头啊？马修是名字，美国人的名字搁在姓的前头，他的姓叫李奇微。啊，都一个样。不，这姓李的是啥来头啊？情报上说，他是美军陆军的参谋长，2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就是咱们抗战的时候，他是82空降师的师长。通报上说，这个姓李的收缩战线，加强补给，同时又拉长了咱的战线，让咱这后勤补给跟不上来。没见着那什么麦克阿瑟的比他有多强？也不能这么说。咱是10月底过的江，40多天咱就收复了平壤，70多天咱就攻克了汉城。然后呢？啊，3来月，咱就沿着这汉江来回拉锯，不痛快，不明白。这个姓李的，就是跟这个老麦头不一样。李奇微和麦克阿瑟不一样，他是伞兵出身。考虑问题的时候，更注重战斗相关的细节，气候、地形、兵力、火力、对手的特征、敌情、我情这些个因素。麦克阿瑟将军是从战略层面上来考量，而李奇微是从战术层面上来考量。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这个总司令，他是以师和团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而李奇微呢，是以营和连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都直接指挥到营和连了。不是指挥，而是指在做部署的时候具体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底下的部队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具体问题，麦克阿瑟顶多考虑到师长和团长一级，而李奇微能考虑到营长和连长一级。那为啥？因为他是伞兵啊。伞兵？这伞兵又咋了？一个师的兵力就这么从天上这么飞下来，很有可能会分散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如果你是师长，从飞机上跳到地面上以后，你指挥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团，甚至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啥玩意儿？一个排？那他这师长还咋当啊？没办法，事实上，能有一个排就不错了。在空降作战当中，就算一个师长身边连一个兵都没有，身上一把枪都没有，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一架 C-47运输机最大的运载兵力，也就是一个排，而且这一个排跳伞的时候，还未必都能跳到同一个地方。作为指挥员，也只能因漏就减，能收拢多少兵力，就使用多少兵力来作战。有收拢一个排就用一个排，有一个班就用一个班。所以说，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可能早就忘记了如何当好一个连长，但一个伞兵师的师长，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呀，
咋懂这么多呢？刘姐，什么方位？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境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对，马上联系1号坑道。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菊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报告，彭连长来了。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没事。段海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刚才报账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喂，市长，我，方百胜。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这事我知道。那个，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啊。要不，我跟军长求个签儿？不用。路上注意安全。嗯。文锦同志，你放心吧，1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1号坑道。51号坑道8连。我是菊亭县杜文锦。怎么了？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副连长他不在了。好，我知道了。走吧，文锦。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要说你说去。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这个段先锋，队长，段显博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给他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是。倒回去。停！把烟给我。军长，您这是？手电。哎呀，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是，别看像是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
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2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田军长，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段参谋，快长出15军的骨头了。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接着说，
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我向军长申请，让我去前沿阵地做炮兵观察员。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得很，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嘛。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7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有。如果美7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它？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
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有，你跟我去一趟12军。是。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是。司令，预备，秦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